纯電轎跑怎麼選？看價格，看顏值，看空間，看配置。15萬也許能給你新選擇 MG07 Momenta R7 大模型，還有很多喜歡的小細節。今天就看看它到底怎麼樣吧。支架方面带来的是 Momenta R7 大模型 X7 软硬一體支架芯片，再搭配3D 的激光雷達，所以在城區領航以及高速領航都是可以開啟的，並且呢，今天的一整個試駕路線大概100多公里，頻繁的進出隧道以及長距離的一個高速行駛，其實開啟支架還是非常好用的。那這次不一樣的點是在哪？因為這回來到了恩施，會經過掛壁公路，像是這種能見度比較低，並且呢，發卡路口以及山路拐彎，它都是可以做到的。那對於一台15萬級的純電轎跑來講，我覺得支架這個表現還是很越級的。還有2點細節，我覺得值得一提。首先是 SR 的渲染畫面，對路況還有包括周圍的一些物體識別精準度還是很在線，并且可以根据这個手指拖拽啊，看到前面還有後面的一個實際情況。還有一點呢，就是開啟支架以後，手是需要一直扶在方向盤上的。但是它這個提醒呢，它不是電容性的啊，你可能會經常的需要去給它一些例句，來讓它知道哦，你的手是放在方向盤上。我覺得這一點還是用起來有一點，我不太喜歡。底盤方面搭載 MCDC 電磁懸架以及防爆胎系統，所以在安全性上面還是非常有考量的。整體開起來一個駕駛感覺啊，還是偏運動為主，路感很清晰。但有一說一啊，無邊框的這種單層玻璃，車內外交互感還是挺強的。剛才110時速的時候，一個大車按喇叭，聽着非常清楚。那聽說有很多女孩子心儀這台車啊，那我覺得有幾點原因還是非常能跟朋友們共鳴的。首先就是這台車真的是很好看啊，在顏值方面，不管是從車身側面還是車頭還是車尾，看起來還都是挺有辨識度的。而且昨天到了以後啊，遠遠一看確實吸睛，確實好看。再來一點呢，就是這個輪毂也是很有辨識度的，我覺得女孩子是非常喜歡的。還有這個前備箱。作為小米速七的車主啊，確實是能裝，因為我那台速七呢，其實但凡放一點東西，它就可能影響它的關門蓋板，可能就關不上。但是這個深度還有包括這個廣度，能容納很多東西。來到車內你會發現有更多細節讓女生欲罷不能。首先呢，就是它這個天幕是支持調光的，完全遮光到完全透光，有10檔可調節。那前排這個玻璃官方沒有說啊，但是我覺得這個隔熱和隔曬做的還挺好的。女生嘛，防曬對於我們來說真的是太重要了。副駕呢，還有女孩子非常愛的化妝台，很大的桌板可以支持我們放各種零零碎碎的口紅啊、眼線筆啊，都不會掉落了。還有一個非常碩大的化妝鏡，像我們開車上班啊，真的是不用提前早起在家化妝了，直接車上一鍵搞定。副駕零重力座椅，全車4個座椅都帶通風加热按摩，是不是非常好？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轿車，雖然很多車也有冰箱，但我覺得容積還是有點小。但這台車可是有冰櫃的啊，在後備箱支持-18度到15度的一個調節，30升的容積，我覺得放什麼都不在話下了。朋友們，確實量大管飽啊！15萬級呢就可以直接給到你845公里的續航，800伏高壓校構，5C 超快充，還有5秒級的性能加速。除此以外，還有帶激光雷達的 Momenta R7。那13萬級呢，能給到你610公里續航的半固態電池版本，真的是同級別很難找到第2台啊。那其實按照慣例呢，上市以後應該價格還會再下探個5000到6000元，這個價格怎麼樣，朋友們？確實666。